最终回合质子洞大决战，众人明明合力杀了四手的两个本体，但却不知为何四手仍旧没有死。波道遭到影潮重创后失去双眼，萎缩成了一只小婴儿。见波道恢复忘成了没用的垃圾，四手露出了真面目，粗暴地将波道摁在墙上，转头盯上了影潮。就在刚刚，影潮的右眼作为卵觉醒了。之前波道检查他的时候，他承载的还基本上是一些破碎的数据，之后他又以某种方式在不断的成长，最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四手对影潮的眼睛垂涎不已，只要夺走这只眼睛，他就能实现愿望。四周莫名的从盛平那里夺走观测者的眼睛，就是影潮的未来给予盛平的，而现在他可以直接夺取还未被给予的眼睛。波道挣扎着向四手伸出手，只要让他吃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还有机会恢复。他也想和四手一起回去，然而四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他不是已经说过波道已经没用了吗？就算是他的母亲又怎样？影潮怒不可遏，盛平更是怒从心头起，竟比影潮先一步冲向四手。他果然是个没有人性的混蛋。四手还不能让质子神这么死去，毕竟如果质子神死了，他的盔甲也会消失。他将质子神的身体一分为二，大股的黑泥喷涌而出。四手在墙壁上撑开一处洞穴，让盛平跟影潮尽管跟来，决战就留到那边进行。盛平让影潮变出猎枪朝四手射击，但还是被这个老不死的逃出了洞穴深处。盛平跳进入口，腿上的伤口剧烈疼痛起来，同时洞口爆发出一股强烈的吸力，引领紧紧追着小窗，才没被让他吸入其中。人类不能前往那边，一旦进入就无法返回，会迷失在其中，连死都不能做到。影潮想一个人前往，但盛平怎么都不肯留影潮一人。影潮想龙之介控制盛平的身体直接离开，但龙之介是站在盛平这边的，他早就决定好由他来履行盛平和姐姐之间的约定，他会帮助盛平，绝对不会让他迷失。盛平一把抓住影潮的手，表示他会追寻影潮的气息，他会一直陪在影潮的身边。盛平当众告白，他喜欢潮，想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不对吗？旁边的龙之介莫名被塞了一口狗粮，最后两人双手交握，洞口随时关闭。盛平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躺在静止的湖面上，太阳变成了黑洞，天空一片血红，这里就是波道的故乡。导致的不见影潮的踪迹，盛平顺着湖面走下，发现时间在这里被切断了，这里没有时间的流逝，一切都是停滞的，这段循环也无法回到过去，如果在这里死亡就会彻底终结。盛平焦急地呼喊着影潮的名字，但始终没有回应。龙之介安慰盛平，影潮确实来到了这边，因为他在线的枪没有消失。龙之介能隐约感受到气息，应该是在移动。盛平心急地想要追上去，结果因为脚伤腿软摔倒在地。龙之介提出他来接管身体，这样他能代替盛平承受伤害。可他是影子，只要调低痛觉就行。倒是盛平不只是脚伤，身体在逐渐走向崩溃，必须由他的内部支撑，否则盛平一个人类无法在这里生存。龙之介接管身体后，盛平感觉身体被麻痹了，但是大脑却很清晰。他习惯了俯瞰，倒觉得没什么问题。这里是日都岛，但有些不同。龙之介和盛平不由得他用敬语，虽然他跟南云是一个年纪的，但是他死的时候才初3，比盛平还小呢。盛平习惯了对所有人都使用敬语，甚至对小林都是花了一段时间才克服的。龙之介坚持让盛平不对他使用敬语，所以以后他也不会对盛平使用敬语。见龙之介这么认真，盛平忍不住笑了，说自己想要更多了解龙之介。一阵歌声传来，波着的手球突然出现在山坡上，两个人紧急地追着手球一路来到山下的村庄。村子里面居然到处都是影子，但这些影子都像是注意不到他们一样，并没有攻击的意思。手球滚到影子聚集的地方，影潮正痛苦地在地上喘息着。随后只见他的身下涌出了扭曲的影子，而波道居然从影子里爬了出来。看着潮的身体在自我和波道之间不断切换，龙之介想起了姐姐的留言。南云曾经跟影潮约定，影潮的身体是从波道上分裂出来的，如果潮失去自我，在他即将化身波道之际，就会动手杀死影潮。如果他死了，这个约定就由龙之介完成。龙之介下意识地把枪对准影潮，催促盛平赶紧开枪。盛平握住枪果然在等等，随后影子回笼，影潮也恢复了正常。影潮安慰龙之介已经没事了，这孩子不是杀死他的坏波道。那时波道的自我意识产生了分裂成了人类女孩波道和质子神两方。现在影潮体内的是那个喜欢零食的女孩南云的朋友。波道从影潮体内脱离，果然是个非常害羞的小姑娘。波道哭着向盛平跟龙之介道歉，都是因为他，大家都死了。龙之介明白吃掉他的是质子神，真正有错的是利用了这一点的四手。波道犹豫了一下，将已知的情报告诉了他们。这里是永夜之国，是他们居住的现实上层的世界，在这里时间永远停滞，因为没有前后之分，龙之介就不存在两本的偏移。这就是四手把他们拉进这里决斗的目的，他要在这里夺走影潮的眼睛，用那只觉醒后的眼睛便能达到高出现实意味的维度，这样就能随意操纵现实的时间和空间，就像3维的人能拿起2维的漫画随意翻阅或者销毁一样，眼睛只能在现实发挥真正的力量。
尹超突然想起他在扫描四手内部的时候突然冒出的终局信号，那家伙打算毁灭世界，就像切断游戏机的电源线一样，啪的一声，世界将不复存在。空中突然出现闪光弹，紧接着是无数架轰炸机与炸响的防空警报。波道面露惊恐，随后大量的炸弹朝着村庄投下。尹超急忙用头发织成结界护住几人，是让尹超不要在地上投下影子，把本体缩减到最小伤害。村长很快陷于火海，尹超的身上也出现了烫伤的痕迹，他并不在乎，影子在这里是死不了的。四手出现到轰炸机上，得意地表示他们根本威胁不到他。等尹超被烧成一团焦炭后，他再来收下他的眼睛。既然四手夺入尹超的眼睛是为了回到现实使用，那就意味着还有办法回到现实。波道认为他们该抹除的质子神，只要质子神消失，永夜之国也会消失。这段空隙来自质子神的记忆，只有婴儿大小的质子神在四手的肩膀上挣扎着，他不愿意回想起这段痛苦的记忆。四手却轻描淡写的让他忍忍。永夜之国和质子神的记忆相连，波道同样有这一天的记忆，并且能短时间内暂停记忆。当然，尹超在听到信号之后就跳出去，要小心四手的盔甲，能将受者的攻击原原本本的还给对方。要想打败四手，就必须先篡改消除盔甲，然后再杀死里面的人。可这样一来，第一招之后，尹超就会受到反攻。尹超非常自信地安慰盛平，他可不会死，还有小林教给他的东西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会在第二招锁定胜局，他会在头发燃尽之前结束一切。波道犹豫地问尹超愿意相信他吗？大家都对他抱以信任的目光。最后，尹超切断了头发的连接，在下一波炸弹降落之前，波道发动能力停住记忆，趁着几秒停滞的空隙，尹超踩着炸弹直冲四手。就算被轰炸机轰得四分五裂，也没有停下脚步。就算拼上性命，他一定要在这里解决四手。然而，当尹超划开四手的盔甲，却发现里面竟然是个空壳。四手越后反击，轰碎了尹超的身体，只剩那个眼球漂浮在空中。而就在四手准备抢夺眼球的时候，吃掉保存头发的尹超飞快复活，抢回眼睛后，直接碰上四手肩头的质子神，抹除掉了空虚的记忆。轰炸机和炸弹全部消失。通过和四手接触，尹超确定四手的本体的现世，正通过质子神远距离操控铠甲。如果内部是空的，他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。沈平问四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，尹超这才发现被他抹除的半边身体没有恢复，看来只要抹除的整个铠甲，他们就能获胜。虚弱的尹超从空中摔下，沈平飞步上前将人接住。虽是有本体的数据，但几根头发完全不够他恢复，而且因为重伤，他的形态开始向婴儿转变。四手还在生龙活虎着，但尹超已经没办法战斗了。沈平唯一想的办法就是让龙之戒转移到四手的盔甲里，但这一招实在太冒险了。尹超发来队内语音，他可以将自身注入到散弹针的子弹里，变成篡改子弹。不过这一过程需要2分钟，希望他们能拖延一下时间。见四手出言挑衅，不断安慰他们，四手没有读取记忆的能力，在线武器要靠质子神完成。自从鲸鱼疲劳的海子的那一刻起，一切都不正常了。四手说自己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只是渐渐醒悟了而已，忠于自己的欲望，想要活下去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四手不管不顾地从正面冲来，越过身平直指尹超。见散弹枪根本拦不住他，龙之戒立刻切换武器，大锤朝着四手当头砸下。但是普通的攻击并不能对四手造成伤害。龙之戒绕后挥出一锤，第一击就被盔甲返还震碎了大锤。四手变出一把刺刀军枪，将右手的数据转移到右手，并开枪将龙之戒击退。攻击会被铠甲返还，一旦停止攻击，四手会对尹超出手。龙之戒如今能做的只有不断的进攻，不给他喘息的余地。四手的腹部突然冒出一把铁锤突袭，趁着龙之戒极限下腰躲避，他伸长手臂直指尹超。龙之戒挥出锤子正中幕后黑手，挥出一拳将四手砸飞，但这一击让盛平的手指全部折断。四手对着龙之戒又是一枪，龙之戒一歪头躲开了子弹，却没想到四手居然靠这颗子弹换位顺到他身后。即使龙之戒全力躲闪，但还是被切断了左手。影子里的时间被拉长得很长，盛平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。照这样下去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几个回合。等到篡改子弹完成，他的身体又是否能坚持开枪？尹超明明已经消除了四手一半的身体，却还是这么强，和其他影子完全没法比。四手得意地表示，这就是经验的差距，龙之戒和他之间差不太多了。四手造成的伤口同样再现了龙之戒身上，龙之戒几乎绝望，就算尹超完成篡改，也没人能开枪了。沈平搂住龙之戒，让他不要放弃。接下来才到他们扭转乾坤的时刻，由他来开枪射出篡改子弹。龙之戒只需要附身到四手身上限制他的动作，只需要坚持10几秒等篡改子弹完成。既然四手内部是空的，附身应该不难。沈平当然知道没有龙之戒的支撑，他在这里无法生存，但如果继续用他的身体躲闪，就连5秒都坚持不到。龙之戒需要接触到铠甲才能附身，但他们真的能够接近四手吗？沈平让龙之戒自信一点，他一定可以做到。四手很快发现了不对，龙之戒的预知能力明明失效了，但他却总能避开要害。龙之戒的本质是影子，他能将看得到动作丝毫不差地模仿出来。
四手的动作他已经全都看穿了，避开致命伤，找到机会，龙之介跃而起，摁住四手脑袋，将自己送进了盔甲内部。四手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外边扭曲成一团黑泥。龙之介死死抱着盔甲的核心，就算是死他也绝不会放手。龙之介成功了，但沈平突然七窍流血，跪倒在地。龙之介替他压制的痛觉在一瞬间爆发，差点让他失去意识，离成功就差一步之遥。沈平强制着站起来，四手就突然发难，将龙之介排出体外。武道一战中，南云采取这个沈平一模一样的行动，为此四手早有防备。沈平将视线转移到枪上，他如今距离枪2米，只要走3步就能拿到。但偏偏这个时候，他的身体开始崩溃了。四手打算在到尹超的眼睛之前亲手解决沈平，但沈平笃定眼睛不可能落在四手的手中，因为尹超接下来会把眼睛交给他，眼睛现在在他这里，就说明结局已经注定了，尹超会获得胜利。四手说自己只是想要长生，这个世界以及未来还有人类的命运，他要见证这一切的终局。300多年，他通过不断的更换身体活了下去，但波道却在不断的衰落。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之时，感到无比的绝望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他改变了想法，既然无法活到最后一刻，那就终结这个世界，哪怕只是一个瞬间，只要让智神的眼睛复苏，他就能将其夺走并终结世界。他可是知晓如何切断游戏电源的魔王，他要夺走眼睛，改写未来，成为终局的见证者。在尹超篡改终于完成的瞬间，沈平和四手同时奔向散弹枪。四手大喊着，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意义。锋利的刀刃已经抵上了沈平的脑门，但沈平却仍旧没有拿到枪。尹超大喊着动一动，哪怕只有1毫米也要靠近沈平。波道并让最后的力气完成主攻。现在沈平的右眼能够追上四手的动作，俯瞰的时候适应了影子眼中的时间。龙之介帮他打开了身体神经回路，接下来只要控制住身体，沈平一定可以做到。一切并非没有意义，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，他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所有人的努力都有意义，他绝对不会辜负大家。沈平俯身翻滚，躲过致命一击，架起枪支对准四手。龙之介不由得流下了眼泪。姐姐说的没错，将来会拯救大家的人是沈平。在影车的帮助下，篡改子弹正中四手铠甲，在四手不甘的嘶吼中，铠甲崩坏。远在现世的纸吹焰本体和质子神的连接被彻底切断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他们会活下去，世界也会继续运转，这就是他的终局。四手彻底消失后，便会本体的影潮温柔地抱起质子神。就在他将数据侵入质子神体内之时，周围的场景突然变化，大家都恢复了正常。而在盛平身后的海滩上，正躺着一只搁浅的鲸鱼。质子神挣扎着想要靠近鲸鱼。这里是300年前的现实，质子神将永远之国的出口和海滩联系在一起。他们现在脱离了肉体，仅仅是数据被传送了进来。这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。人类女孩波道来到海滩，捡起木棍想要触碰鲸鱼。龙之介让尹超赶紧消除质子神。鲸鱼是过去的质子神，他想把数据传输给过去的自己，准备一切重新开始。龙之介着急地跑过去，让波道不要靠近鲸鱼，但他的身体却从波道的面前穿过，根本触碰不到。沈平抓着波道的手，随后他的身影突然显现，让波道巨叫大人来。大变活人实在太过惊悚，波道吓得嗷嗷嗓地跑走了。尹超将质子神交给沈平，自己去将鲸鱼消除掉。只要鲸鱼会飘来到这里，就算他消除了质子神，同样的事情还是会重复。质子神并不是想要重来，而是想结束一切。听到这里，质子神流下了眼泪。随着他将鲸鱼消除，质子神的本体随之消失。波道向沈平和尹超道谢，如果有机会重生，他想和龙之介成为朋友。龙之介牵着波道狠狠地点头，最后2人也消失在了海滩上。沈平的眼睛恢复了正常，他也该和尹超说再见了。沈平想和尹超一起离开，质子神消失后，影子也会消失，波道身体里沈平也活不了，倒不如和心爱的人一起离开。尹超他不用担心，他会好好的将沈平送回2018年。这3天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，他也非常不安，但是比起这些，能跟沈平在一起他很开心。沈平也哭着回应，能够再次遇见超，他真的很开心。穿越时间的力量，这一刻尹超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。相遇重要的是人再一次相见的感情，将他和波道联系在一起。借助这份力量，走过循环，重新描绘那个夏天。趁着自己还没消失，尹超在南云的手机里留下录音，将眼睛传给沈平，一定要找到我，保护好小林，一定要走到这个结局。在最后的最后，大家都在等着你，我也会等着你。沈平猛地惊醒，一头砸进了大姐姐波涛汹涌的胸口，而这一次他的眼睛没有变色，看着眼前活生生的南云，沈平不知为何泪流满面。南云一脸困惑，他们明明是初次见面，沈平为什么知道他就是南云龙之介？7月22日，时隔2年，沈平回到了久违的故乡日都岛，他只觉得眼前的景象格外熟悉，就像是不久前刚刚见过的一样。小林骑车来接他，沈平下意识地扔开行李拦下自行车，但小林摁下刹车，车稳稳地停在他面前。
小林疑惑盛平在做什么，盛平反应过来一脸的茫然。小川和朱露子都来迎接他，看到大家都平安无事，盛平没来由的觉得很开心。他突然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回来。小川吐槽，昨天小超不是联系了他吗？今年他要是再不回来，一定会被小超揍扁的。几个人有说有笑的往家走去，路上遇到正在捡垃圾的小超，果然在看到盛平之后，小超冲过来就是一拳，当然也没真揍，对盛平做了个丑脸后就气冲冲的走了。盛平家里没人，跟着小林去了小猪餐厅。自从盛平去了东京之后，他和小超一直在冷战，但就在昨天，小超主动联系了他，让他暑假回来一趟，称呼还是什么网贷同学。接到小猪的电话留言后，盛平想起了之前做过奇怪的梦，内容他不记得了，只是觉得很不安，仿佛整座岛就要消失了。想确认一下大家的安危的他决定回来。小早川商店里，孩子们正围在冰柜面前挑选雪糕，一看到盛平回来，孩子们都惊呼小超说的没错。实质说，小超的今天早上就在说盛平一定会回来，一口一个盛平说个不停。盛平注意到旁边的夏日祭海报，夏日祭当天是波多的生日，后一天是小超的生日。盛平在岛上四处走着，黄昏时候来到了日都神社，神社的神官燕接着盛平介绍了自己的儿子大和，今年神官就要换代了。大和说小时候在打扫海滩的时候不小心把吊坠弄丢了，从今天开始就一直在找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。盛平赶到海滩，小超果然就在这里。盛平向小超道歉，他擅自做出决定跑去东京，而抬头就看见小超眼中含泪。盛平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小超说，今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弟再也不和盛平见面，因为盛平走的那天他没有去送行，但是他不愿意就这样和盛平分离，于是拨通了一通电话，说是小超蹲下来抓住盛平的影子，这下他就动不了了。盛平说自己也经历同样的梦境，最后也抓住了小超的影子。盛平在沙滩里也找到了小超丢失的吊坠，小超兴奋地握住盛平的手。吊坠丢了之后，他一直很不安，觉得没脸去见盛平。走过了悲伤寂寞，他现在觉得很开心。盛平给小超戴上吊坠，两个人的影子紧紧相依在一起。7月24日夏日祭当天，盛平找南云要了签名，他告诉南云自己和小超经历了同样的梦境，他就是在梦中知道南云的身份。南云弟弟龙之介带着妻子昭子和2个女儿波岛诗织来到店里，波岛的生日会刚刚结束。看着这幸福的一家4口，盛平觉得非常开心。龙之介和盛平吐槽他姐姐正在准备新作，所以很紧张，而且别看他这个样子，遇见粉丝其实还是很开心的。南云回日都岛是为了取材和修养，他现在对盛平的故事很感兴趣，让盛平给他仔细讲一讲。大家出发去夏日祭之前，昭子给他们拍了一张合照，盛平和小超和好了，但小川这边不太行。他让盛平在放烟花的时候带着大家去海滩，给他和小林知道独处的机会。小林跑过来问他们在说什么，2个人赶紧住嘴。听了盛平的故事后，南云灵感爆棚，正在兴奋地创作新作《夏日重现》。小超给盛平打了电话，让他带着章鱼烧到海滩去找他。小超再次和小林告白，见盛平就买了这么点章鱼烧，小超非常不满。那个时候盛平不是答应过他吗？盛平也像是想到了什么，随着烟花升空，2个人异口同声，别说10个，就算100个也给你买。绚丽的烟花作响，2个人愣愣地看着对方。小超将头靠在盛平身上，欢迎回来。盛平跟着回应，我回来了。7月25日，小超的18岁生日宴如期举行，夏日重现，完结撒花。